大家好，我是一位电影的录音师这样。那回想40年前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对电影完全一窍不通根本不知道电影的声音可以帮电影做什么事情。但是呢，我因为自己喜欢玩音响，所以我吸收了非常多的音响的知识这样子。那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我是喜欢这个工作的所以呢每天熬夜加班都没有怨言同时进入这个公司的很多人呢，就是因为他们会要求加班不能太久或者是很多辛苦的事情他们就会推掉什么的，我都捡来做，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工作这样子那刚开始其实因为早期的电影的声音都就是很单调这样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我就每天带着录音机去找一些情境这样子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声音这是我在日本的一个神社乌鸦吸引了我因为在台湾很少听得到这样。那这个声音呢，基本上我就觉得哇，那个古木苍天这边此起彼落的我也很喜欢那个声音，我就把它录下来。但是声音会有一些情境会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这样当我们回到台北的时候，把这声音放出来，那个场景画面就出来了现在听的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全世界到处跑那声音非常特别香格里拉，牦牛在走路，我们听到牛蹄的声音当我们在一个这么繁华的都市离那边那么远，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回到了那个场景那我的工作我自己一直觉得我很幸运因为你是这么特殊的一个职务的人，所以你可以比别人更有幸的去接触这些大自然的声音这段海浪非常特别我们家小时候小孩子还小，有一天吵着要露营，我们就去了那个白沙湾的海边。那天风平浪静，海浪特别好听我就跟我太太讲，你把2个小孩顾好，我回家拿录音机，我就回家抱了录音机来录音这个，听起来非常安静、非常平和的海浪的这海浪很适合放在哪里呢？情侣谈恋爱月黑风高安静的海边它就是有那个 feel， 有那个情境这样子每当我在台北被那些街道的噪音轰炸的时候，我就把这段放一下那你会觉得哇，心情特别的安静，特别平和这样子。尤其是我每次喜欢录这些声音的时候，我都把眼睛闭起来。你可以听到更多的细节。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常常会骗我们如果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了，我们的那个感官会更敏锐、更打开我们眼睛闭起来，用耳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这是我们生活里面比较少有的经验但是真的各位体会一下看看，真的把眼睛闭起来，我们不要靠我们的眼睛这样子这是另外一个场景也是我带小孩子小时候，我们在太平山露营，那天早上哇，我听到这么美的鸟叫声我就立刻把录音机架起来。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录不到鸟声因为那鸟大概有人活动，它们就不出声音了当你录音机开着5分钟以后，它们又自然了
它们就开始活动，然后鸟就开始对话，特别好听。那这段鸟声其实录了以后呢，我一直不知道用在哪里，因为它太美了，美得像仙境，像天堂。我一直用不上这声音这样子。直到有一天呢，魏德胜拍《赛德克巴莱》的预告片的时候，那段预告啊，它是讲一个神秘的中央山脉，是多平和、多么祥和的一个山这样子。那个前段我就放了这个鸟叫声。当然，故事它也有戏剧性啊。后来发生了战争，后来一声枪响，划破了这个宁静这样。但之前的这宁静就是用这个声音做的。这声音我录到的时候，其实每次都想要把它放到电影里面，都觉得不合哈，因为它实在太美了啊，它不适合用在其他地方哈。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说，我们这是一个虫鸣哈。有一天晚上哈，小孩子吵着要露营哈，然后呢，那天下大雨，不能露营，那我就忽然灵机一动哈，我就在家里面的客厅把帐篷搭起来，然后把灯关掉，然后在我家的音响把这个声音放出来。我们就真的好像在野外啊，反正帐篷里面点个蜡烛啊，点个灯这样子，嘘嘘嘘，我们来录音，特别好听啊！大地哈给的交响乐，只是我们没有去欣赏它啊。我有一次去马告国家公园收集那个山里面的鸟叫声，山里面的空气声这样。那天我想要录鸟叫，但是是中午12点多，吃完便当以后，吃完中饭以后去录。其实鸟只有在清晨跟黄昏出来觅食的时候会叽叽喳喳叫哈。中午整个山非常的安静啊。我把录音机开录了3分钟，我一声鸟叫也没录到。但是哈，我录到了非常多的山里面的像精灵一样的声音哈。什么声音呢？我们很少在山里面会那么安静的听3分钟的声音啊。那3分钟里面啊，我听到了落叶哈，从高的树掉到矮的树，从矮的树掉到山谷里面，此起彼落，踢踢踏踏，踢踢踏踏的啊。这是我们非常安静的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停下来1分钟以后，我们整个感官打开以后，我们才听到的东西。我们很少有机会，我们平常都在讲话，我们都在走路，我们都在制造很多杂音哈，我们都没有办法跟环境这样子密切的接触哈。这段声音是我在翡翠水库哈，台北市的水源啊，在那边录音，这是下午大概5点多的时候，多美的声音哈！这如果是一个5.1的音场环境，我们可以听到这边一只鸟咕咕，那边一只鸟嘎嘎，这样子，2只鸟在对话的，啊，这就是我们的翡翠水库，啊，你们觉得你听这声音都觉得水都特别干净，啊，尤其是你把这个声音拿到繁杂的台北市里面，啊，戴上耳机，你把眼睛闭起来，啊，真的好像我们在听音乐一样啊！而这音乐是大自然给的，它是非常和谐的哈。我非常幸运哈，我的工作就是一直可以一直在收集这些声音，然后呢，我把它分类，把它记录啊。我的分类里面甚至有写这是属于爱情的啊，那个是属于生气的啊。当然啦，海浪我们就有很多种哦。我那天大概毛估了一下，我公司的海浪大概有300种以上哦。那怎么分类呢？比方说是沙滩，它是满潮还是退潮？它是沿岸啊澎湃的，还是
小浪在岩石里面钻来钻去的声音，它还是沙带一点石头的呢，还是全部是细沙呢？其实都不一样的哈，打在那个蚂蚱上面，打在防火体上面，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哈。我的街道可以分成仁爱路或者是信义路哈，因为仁爱路都是公车专用道，很多公车这样啊。随着时代的不同，我们的声音的背景都不一样哈。早期大家听标北七头狼啊，现在大家听的是另外一些，所以整个夜市的那个环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现在电子舞曲满街都是哈，20年前可能都是一些洪一峰啊，洪弄红他们家的歌这样子。这段雨声是我觉得最好听的雨，滴滴答答的，也不吵，密密绵绵的，就是我觉得哇，这很像雨声的雨声这样。我们常常听到雨声，比方说你可能打到屋檐可能打在一个树上面打在屋顶打在哪里都没有这么好听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去收集声音，但是你经过了一段收集声音的这个过程以后呢，你要想说，这声音要怎么去运用，怎么使用在我的工作上，我的影片里面这样我今天带了几个片段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带来的影片这样我们先放第一个影片。第一个影片呢，是我用一些声音剪接，我有一段时间我就非常迷这个工作我们就用声音剪接来剪断这一段。这影片交给我的时候只有音乐导演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放点什么声音？没有旁白啊。”我一想，哇！我看这个片段，我想要给这个，就说这个广告带来一些什么感觉这样子我就想，我曾经我有录过这个滑冰的声音，但是这片段完全没有声音。我这个滑冰声音要怎么样去拼凑成画面想要表现的东西它有一些剪接非常快速的，需要有一些特效，但是我又想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我们让人家看完这个片子，看到2个非常认真的舞者在那里然后所有的细节都让你听得非常清楚，这样子这个就是我在开始做声音剪接，我用音效来诠释这整个影片的风格跟那个味道这样子那当然了，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剪接，我再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音效在电影里面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可以帮助电影做一些什么事情，但其实大部分人都并不知道我们先放一段第2段的影片。こちらの行動が全て読まれている。听2次拍桌子的声音。実に手強い。我々はさらに兵を増やすべきです。でなければ。強力な武器を備えた数千人の武装部隊がたった300人余りの正番の獲物にされて切り切れないか。我々の将棋は上空を飛び回りずっと爆弾を落としてるのにどうして奴らを爆撃できないんだ。貴様たち将校は一体何をやってるんだ。这是原始拍摄的时候这影片是这个样子这2次拍桌子，但我觉得哇，这个气氛这么凝聚我
做音效的人，我们可以帮他做什么？我们再看第2段、第3段影片。こちらの行動が全て読まれている。評判は実に手強い。我々はさらに兵を増やすべきです。でなければ強力な武器を備えた数千人の武装部隊がたった300人余りの正番の獲物にされてギリギリまでと我々の将棋は上空を飛び回りずっと爆弾を落としてるのにどうして奴らを爆撃できないんだ。貴様たち将校は一体何をやってるんだ。我就利用那个碗或者是桌上的东西哈，这样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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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个张力就产生了啊。那完全一样的片段，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帮它制造很多戏剧上的效果，这样啊。那这些东西就是一个音效师，他要很敏锐的去判断这些东西，去推这些事情，这样啊，帮这个电影做得更。我还有准备了2个片段哈。我们再来放第4个。这个故事呢是吴念真拍一个老的杂货店啊。这杂货店呢其实都没有生意，他的小孩希望他把这个杂货店收了哈，妈妈舍不得哈，然后就跟儿子打赌说，如果我在这1个礼拜里面卖出多少钱的话，你就让我的杂货店继续开下去。那刚打完赌，他就去那个杂货店去 7-Eleven 买个便当回来吃哦。这个片段呢是他原始的那个拍摄构想，就是他回去买便当的时候呢，7-Eleven买便当的时候，发现他的老客户都在那里买汽水啊，买东西这样。他说这些东西我店里都有啊，现在小孩喜欢这些牌子啊，他就很失落了，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其实是想说，哎，算了，不要开了啊。所以朋友来敲门找他，他也没理哈，他就继续吃他的东西，其实非常孤单的哈。然后别人在敲门，他也不理，直到那个小孩敲门，他才过来开门这样哈。当这个生意，这东西开始有人买了哈。那当我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啊。我们再看，做好了哪些片段。好个啦，咱人不伫咧啦。卡到电影的，当搁走去对去。那天下午邻居来敲门，他就不想理他哈，因为他其实蛮失望的。到了晚上他在那里吃饭啊，我呢把第1次敲门我把它拿掉了。当没有敲门的时候呢，这个阿婆看外面是心里期待。怎么没有人来敲我的门呢？很孤单，终于有了哈，他跑去开门了哈。所以完全一样的片段哈，你把敲门声放上去，跟没有敲门声放上去，对这个女主角来说，对这个阿婆来说，完全是2种心情啊。这是我们做音效的人哈，每天都在注意的事情，我们每天都在钻研的事情，这样子哈。那我从事工作这么久哈，我其实是喜欢这个工作的哈，因为喜欢，所以你比别人更认真，你可以不计较其他的报酬，你可以不计较你的工作时间哈。然后因为你认真，所以你可以更主动的去学习，更主动的去发掘这片子里面还有多少乐趣这样子啊。因为你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你比较容易成功啊。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谢谢大家。